2023年，台北雨。台北的冬天总是带着一种甩不掉的美味，那是一种混合了机车废气、潮湿的柏油路面以及老旧公寓墙壁渗水的气味。它无孔不入，钻进你的领口，粘在你的皮肤上，就像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忧郁。我看着办公桌上那张刚签好字、墨水在粗糙纸纤维中微微晕开的本票，那上面的数字是一串令人咋舌，甚至会让普通人感到晕眩的长度。新台币1200万元整，用拍立得印出来的照片，显影有些过度，边缘泛着那种廉价的黄光，像是某种被遗弃在垃圾桶底层的废弃物。画面中央是一个60岁出头、皮肤干瘪、如风干橘皮的老头，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红黄唐装，站在西门町熙来攘往的街头，手里拿着一张像符咒一样的传单，眼神里充满着一种廉价的挑逗与饥饿感，像是一只发情期却又营养不良的老狗，正对着路边的行人摇尾乞怜。1200万的本票，一张穿唐装老头的猥亵街牌，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极度荒谬的后现代拼贴画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那个在科技业担任资深专案经理，每天盯着甘特图与 KPI 的莫远，大概会觉得这世界疯了，或者是我自己疯了。但我现在异常清醒，那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、风险评估后决定孤注一掷的清醒。我是莫远，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拥有巨款、患有章鱼虎心肌病变，俗称心碎症候群，并且一心求死的寡妇。我的人生专案已经失败了，艾琳走了，我的使用者需求，也就是快乐，已经归零。根据 PM 的逻辑，当一个专案无法产出价值时，就应该执行结案。但在结案之前，我还有最后一笔预算要消耗掉。艾琳临走前说：“老莫，你太无趣了，去找个人让你笑的小丑吧。如果找不到真的快乐，找个骗子来演戏也行。”他指的就是照片里的这个人，金水王，艺名金师傅，号称玄祖传人，一个活在谎言里的底层生物。我拿起桌上的万宝龙钢笔，那是10年前升任资深经理时艾琳送我的礼物。笔杆冰冷，握在手里却有一种沉甸甸的踏实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这张本票塞进信封。专案启动，我对着空气轻声说道：“目标，收购这只老狗，预算1200万 ，KPI 让他陪我演完这最后一场戏，直到我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。”西门町的下午，空气中弥漫着炸鸡排的油耗味和手摇饮的甜腻香精味。我穿着全套的鸡骚人西装，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，站在足天下养生馆的楼下。这里是一栋住商混合的老旧大楼，2楼的招牌灯箱坏了一半，在那边闪烁着接触不良的诡异光芒。足天下，这是一家主打平价、快速让观光客逛累了随便按按的连锁店。我推开布满手印的玻璃门，柜台后面的小妹头也没抬，正盯着手机荧幕追剧，嘴里咬着珍珠。欢迎光临，1位吗？现在师傅都要等哦。我找1号，我冷冷地说。
小妹终于抬起头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找1号？金师傅，确定？他是我们店里年纪最大的耶，手劲可能比较特别。就找他。我被带到了3楼的休息区，穿过昏暗的走廊，我看见了一个孤独的身影坐在休息区的冷板凳上。他比照片里看起来更老，更干瘪。那件灰色的按摩师制服穿在他身上松垮垮的，领口却露出了一截刺眼的红黄色。这家伙竟然在制服里面头穿着他那件招牌唐装，仿佛随时准备脱下制服变身成大师。而他的胸口挂着一块金光闪闪，甚至可能贴了水钻的亚克力牌子，上面写着巨大的数字1。看见我走过来，他原本暗淡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，像是一个快要饿死的演员，终于等到了聚光灯。他嚯的一声站起来，挺直了那早已不再挺拔的腰杆，用力拍了拍胸口的牌子，发出啪的一声脆响。你好，我是1号金师傅，小兄弟您真有眼光，这一整栋楼只有我不只是按摩，我是调理，我是呢玄主传人。我看着他，我看着这个被时代抛弃，被疫情打垮，破产流落到这里打工，却依然持守着1号尊严的老人。这就是艾琳口中的小丑，这就是我花了1年时间漏收才找到的谜底。师傅，我忍住心里的酸楚与荒谬感，指了指墙上那张贴得歪歪斜斜的纸，那是你的履历。金师傅眼睛一亮，像是被点到了 G 点，他立刻凑过去，指着那张用廉价 A4 纸列印，边角已经卷起的文件。没错，这就是我金万福不，金师傅传奇的一生。小兄弟，你慢慢看，这可是这一行的圣经啊！我走进那张履历，身为一个前 PM， 我有一种职业病，我无法忍受逻辑错误的 bug， 而这张履历简直就是一个充满了 bug 的系统代码。那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印着标楷体，字体大小不一，显然是排版外行弄的。内容如下：金师傅本名金万福的传奇经历。1964年10月31号出生，属龙，天生贵格。我出生于基隆八斗子海边。我20岁入伍当了2年特种部队兵，人在军中接受了钢铁般特种操练。在我40岁时，在 T 大各大医院从事医疗法律理赔。在我52岁后，我的副业就是在按摩养生馆工作。只可惜有跟中西医院治疗体系有所抵触，与全世界疫情的严重爆发，最终还是结束营业收场。我看着这几行字，眉头不自觉地锁了起来，脑中的逻辑检核系统开始疯狂报错。Bug 1，疫情时光机金万福，1964年出生，52岁时应该是2016年，但他在履历写因为疫情严重爆发，导致结束营业等等。COVID-19 疫情是在2020年爆发的，这意味着这位金师傅在2016年就预知了4年后的疫情，并且因为这个未来的病毒而导电。这不是履历，这是科幻小说，这是时空穿越。Bug 2，漫越宇宙的兵种特种部队兵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国军编制里有特种部队有很多种，有政战特遣队，也有特种政战兵等等。这听起来像是把所有听起来很猛的词汇随机组合在一起的产物，就像有人自称是核子动力厨师一样荒谬。Bug 3，职业断层，从40岁做保险理赔，直接跳到52岁做按摩，中间消失的那10几年去哪儿？履历上写着含糊不清的五子登科潜心研究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殡葬业它大概是在那个离死亡最近、
离肮脏也最近的行业里打滚了10年，最后因为某种原因混不下去了，才出来当大师。我看着这张破绽百出的履历，突然觉得很有趣，因为笨蛋是最好控制的。如果我要找一个演员来陪我演完人生的最后一场戏，我不需要奥斯卡影帝，我只需要一个贪财、爱演且容易被看穿的三流灵眼。怎么样，小兄弟是不是很精彩呀？我这辈子可是大风大浪都见过了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我露出了一个标准的社交性的微笑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，师傅，你这经历简直是传奇，特别是那个预知疫情的能力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啊。那当然，修行之人嘛，对天地磁场比较敏感，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不对劲，赶快收手，不然亏更多。他顺着我的话杆往上爬，脸不红气不喘。很好，面试通过。小兄弟，我看你脸色苍白，印堂有煞气，你这是有业障病。不过你运气好，遇到了我。这本书是我当年在2002年集结毕生所学出版的著作《天元气功人体磁场救命术》。我接过来，封面设计充满了80年代的美学，大红色的底，配上了人体经络图。我借着灰暗的灯光翻开了版权页，虽然被涂改过，但透过纸张的凹痕，我依然能辨识出原本的资讯。书名《气功与人体科学》，作者赵一鸣，出版日期1986年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位金师傅不仅履历造假，连著作都是盗版的。他直接拿了1986年的书，贴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就变成了他在2002年的毕生心血。这已经不是抄袭了，这是时空盗窃。师傅，这书里的观点很前卫耶，在2002年就能写出这种80年代的风格，真是不简单。哎呀，大道至简嘛，真理是不分年代的。我这是在致敬古人的智慧，再加上我的创新，这叫做融会贯通。我合上书，把它放在枕头边，说得好，融会贯通。师傅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特种部队兵的手劲吧。金师傅的手劲确实很大，那是一种纯粹的蛮力。忍着点，这是气节，不通则痛。我这双手是有故事的，你看这上面的疤，这是我当年在深山修炼天火炼丹，为了救村民，徒手挡住了炸开的丹炉。我闭着眼睛，听着他在耳边吹牛，天火炼丹救村民，多么伟大的情操！然而，就在此时，隔壁的茶水间传来了声音：“唉，1号师傅又在讲那个天火的故事了。上次他喝醉酒，不是才跟我们说，那是他在基隆老家除草，嫌拔草太累，泼汽油想把草烧掉，结果风向不对，把自己给烧了吗？对呀，还说被他老婆骂了30年，说他连除草都不会，只会败家。除草机大师。”笑声透过了通风管道，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。天火炼丹，原来真像是一个懒惰的笨蛋因为缺乏尝试而导致的居家意外，而他竟然能把这种蠢事包装成神圣的勋章。一股巨大的荒谬感从我的胸口涌上来。艾琳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选的人，一个连除草都会烧到自己的蠢货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但随着笑声涌上来的，还有一阵剧烈的撕裂般的疼痛。章鱼湖心肌病变，左心室像气球一样的膨胀，血液打不上去，我的视野瞬间发黑，胸口像是被一台卡车碾过。喂，小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呀！快叫救护车！阿豪，客人不行了。然后他回过头，拼命拍打我的脸。
你别死啊！你还没有付钱啊！我这个月还要缴4万块给老婆呀！你不能死在我的手上啊！听着这句最真实的呐喊，在意识消散前的最后1秒，我竟然觉得很安心。他真的很怕死，也很怕穷。这种怕，比任何高尚的情操都还要真实。这就是我要的人，一个绝对不会让我轻易死去，因为我死了他就没钱赚的贪婪鬼。出院后的第一件事，我去了一趟银行，开立了一张银行本票，金额新台币1200万元整。晚上7点，帝国饭店行政酒廊，金师傅准时出现了，依然是那套红黄唐装，头发抹了大量的发胶。他一进门就被那富丽堂皇的水晶灯震慑住了。哎呀，小莫啊，你身体好点了没啊？我就说嘛，那是气冲病灶，那是排毒。你看你现在气色多好。我微笑着看着他，师傅，那天在救护车上，我看到了一道光，那是玄主的光。他告诉我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。我没家人了，但我有钱，可是我没有命花。医生说我的心脏随时会停，我活不过1年。我从公事包里拿出了那个白色的信封，推到他的面前。这里有一张本票，1200万，还有一份律师拟好的负负担遗嘱。金师傅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他原本浑浊的眼睛在听到1200万这个数字时瞬间聚焦。那一瞬间，他不再是那个滑稽的按摩师，他的眼神变得极度锐利、冷酷、贪婪。那是一种在深海里游了很久的鲨鱼闻到了血腥味的眼神。条件是什么？条件很简单。第一，这笔钱是给你盖长寿宫的，但我死后才能动用。第二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要负责我的身心灵照护，你要随传随到。简单来说，我身体前倾，盯着他的眼睛，我要买断你的时间，直到我死。金师傅盯着我看了整整10秒，他在计算 ROI。这笔生意做定了，鲨鱼的眼神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我熟悉的谄媚的笑容。哎呀，小莫，哦不，你现在是老板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？什么买断不买断的？这是缘分，是玄主的安排。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我知道了，契约成立了。我买下了一只贪婪的看门狗，而他以为他钓到了一只肥羊。合作愉快，金师傅。我举起酒杯，窗外台北的雨还在下。这场关于谎言、金钱与长生的荒谬剧正式开拍。